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？你現在拼命追求的一切，真的屬於你嗎？你努力獲得的成績，你努力維持的身份，你不斷靠近的未来，如果有一天，沒有父母的期待，沒有社會的標準，沒有任何人告訴你什麼叫成功，你還會選擇現在的人生嗎？很多人面對這個問題，第一反應不是回答，而是沉默，因為他們第一次發現自己一直都在努力，但從來沒有認真問過自己，這真的是我想走的路嗎？我們從小被告訴要努力，要優秀，要成功，可是很少有人告訴你，在追求一個目標之前，先確認這個目標真的屬於你嗎？人生最可怕的不是失敗，也不是走錯路，因為走錯路至少說明你曾經選擇過。真正可怕的是，你走在一條所有人都認為正確的路上，你努力，你成長，你獲得認可，所有人告訴你，你正在變得越來越好。可是某一天，當你停下了，你卻發現你擁有了很多，但越來越不像自己。因為很多人的問題不是没有目標，而是他們追逐一個目標，卻從來沒有問過為什麼我要這個目標。你可以擁有很強的執行力，可以完成一個又一個目標，可以跑得比很多人更快，但是如果目的地不是你真正想去的地方，速度越快，可能只是離自己越来越遠。因为最危險的人生狀態不是沒有方向，而是擁有一個方向卻不知道這個方向是誰決定的。真正的覺醒不是馬上改變人生，而是第一次停下來，重新問自己，我正在追求的一切到底有多少是真正屬於我的選擇。因為人生真正的自由不是擁有無限選擇，而是擁有選擇自己的能力。但是如果你開始懷疑，也許有些目標並不是來自自己，那麼下一個問題是，這些聲音究竟是什麼時候進入你的內心？為什麼最後你甚至分不清這是自己的聲音還是別人留下來的聲音？如果你開始意識到很多目標可能並不是完全來自自己，那麼下一個問題是，這些影響究竟是如何進入我們的內心？為什麼很多人長大以後明明擁有獨立思考能力，卻依然按照一些看不見的規則生活？因為真正影響我們的往往不是別人現在對你說了什麼，而是那些你聽了太久最後忘記來源的聲音。從小到大，我們不斷接收關於什麼叫成功，什麼叫優秀，什麼樣的人生才值得追求。這些聲音來自家庭，來自教育，來自環境，他們本身沒有錯，因為成長本來就是學習這個世界規則的過程。真正的問題是，當一個聲音重複足夠久，它會慢慢改變。最開始它只是一個建議，後來它變成一種標準，最後它變成你看待自己的方式。於是很多原本屬於外界的答案慢慢變成了你內心默認的規則。你開始相信穩定就是正確，成功就是證明自己，優秀就是不能失敗。你開始用這些標準判斷自己值不值得。最隱蔽的控制不是有人站在你面前告訴你你必須這樣生活，而是有一天你開始主動要求自己，我必須這樣生活。沒有人要求你比較，但你無法停止比較。沒有人要求你證明，但你不斷證明自己。沒有人逼你走這條路，但你害怕離開這條路。為什麼？因為過去接受的標準已經變成現在限制自己的規則。所以很多人明明擁有選擇，卻感覺自己沒有選擇，不是因為沒有路，而是因為他們從未停下來問過，這個聲音到底來自我，還是來自過去？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自己在做決定，但實際上我們只是按照過去形成的標準做出一個看似合理的選擇。這也是為什麼真正的覺醒不是馬上改變人生，而是開始分辨哪些聲音值得繼續保留，哪些聲音只是過去留下来的影響。因為只有當你看見，你才有機會重新選擇。但是看見信念只是開始，因為很多人真正的困境不是不知道答案，而是他們正在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推动。这種力量不是夢想，而是恐懼。很多人以為
自己努力是因為想成為更好的自己。但深入一點，你可能會發現，有些努力不是為了靠近未來，而是為了逃離某種害怕。你害怕落後，所以不斷追趕；你害怕失敗，所以不斷證明；你害怕被否定，所以努力告訴別人我是有價值的。表面上你是在創造人生，但內心深處你可能一直在逃避一個問題：如果我沒有那麼優秀，我還值得被認可嗎？恐懼最特別的地方是它很少以恐懼的樣子出現，它會偽裝成上進，它會偽裝成自律，它會偽裝成追求成功。於是很多人誤以為只要不斷努力，人生就會越來越自由。但事實是，有一種努力會讓你越來越強，也有一種努力會讓你越來越依賴結果。區別就在於你是在創造人生，還是在證明自己。當成長推動一個人時，失敗只是反饋，因為他知道一次失敗不會定義自己的價值。但是當恐懼推動一個人時，結果會變成審判。成功證明我還可以，失敗證明是不是我不夠好。於是人生變成了一場不斷證明自己的循環，完成一個目標短暫滿足，然後尋找下一個目標。因為真正想填補的不是目標本身，而是內心那個聲音，我還不夠。所以真正需要被看見的不是我夠不夠努力，而是現在推动我的力量到底來自成長，還是來自害怕。因為同一個目標，不同的动力會創造完全不同的人生。真正的覺醒不是消滅恐懼，而是重新選擇。我繼續前進，到底是因為我想成為那個自己，還是因為我害怕成為一個不被認可的人？因為一個人最大的困境不是沒有方向，而是一直向前卻從未問過自己，為什麼我要走這條路？當你發現過去的信念影響了你的選擇，恐懼影響了你的努力，那麼下一個問題是，未來我要如何不再重複過去？真正的覺醒不是找到一個永遠正確的答案，因為人生本來就不存在一個標準答案。真正重要的是，你是否擁有一種能力，即使面对變化，依然能夠重新判断，重新調整，重新選擇。因為很多人真正的問題不是曾经走錯路，而是走錯以後不允許自己改变方向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害怕承認過去的選擇可能並不是最適合現在的自己。於是很多人寧願繼續堅持，不是因為那條路真的正確，而是因為改變意味着否定過去。但成熟的人知道，重新選擇不是否定曾经的自己，而是承認現在的自己已經看見了新的信息。人生不是一场考試，沒有一個決定會永久定義你是誰。每一次經歷其實都是反饋，成功告訴你哪些方向值得繼續，失敗告訴你哪些地方需要調整。真正擁有掌控感的人，不是永遠不會犯錯，而是當現實改變時，他有能力修正自己的方向，這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選擇能力。所以人生真正的自由不是擁有所有答案，而是擁有重新選擇的能力。過去你可能一直問別人認為哪個選擇最好，但覺醒之後你開始問這個選擇是否符合現在的我。過去你可能害怕改變，因為害怕失去已經擁有的一切，但後來你明白，真正失去自己的方式不是改变方向，而是一直堅持一條從未真正選擇過的路。所以覺醒不是讓你馬上推翻過去，也不是讓你重新開始人生，而是在每一个重要選擇之前停下來問自己，這是我真正認可的選擇嗎？因為人生最終面對的不是別人怎麼看你，而是當所有聲音安靜下來以後，你是否還能認出自己。過去你可能一直以為人生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正確答案，但後來你發現真正困住你的不是沒有答案，而是那些從未被質疑過的答案。很多時候我們不是沒有方向，而是一直走在一條從未真正選擇過的路上。所以真正的覺醒不是馬上改變人生，而是在每一次重要選擇之前停下來問自己，這真的是我認可的選擇嗎？因為當你的判斷開始來自自己，
你的人生才真正開始屬於你。你不會立刻變得無所畏懼，也不會從此沒有迷茫，但你會擁有一種新的能力，即使面對未知，也相信自己可以重新選擇。這就是覺醒。真正的覺醒，不是找到一個完美答案，而是在所有聲音裡面重新聽見自己的聲音。因為一個人最大的迷失，不是走錯了路，而是走了很久以後才發現，那條路從來不是自己選擇的。但是故事還沒有結束，因為當一個人開始重新選擇自己的人生以後，還會遇見另一個問題：為什麼有些目標明明知道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，卻依然放不下？為什麼有些人明明已經擁有很多，卻依然覺得自己不夠好？因為很多時候，我們以為自己放不下的是夢想，但深入以後才發現，真正放不下的可能不是夢想本身，而是那個一直渴望被別人認可的自己。下一期，你以為在追夢想，其實你在追認可。如果今天這支影片讓你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，歡迎訂閱覺醒思維，陪你重新拿回人生的方向盤。